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昨天好多人让我说说那个黄明志，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好家伙，这几天这个动静闹的是真不小。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主角呢，估计大家都刷到过，台湾那位护理师女神谢佑欣。那说起谢佑欣，那真是，你们别看她后来在这个网上那么火，身材火辣，照片尺度也挺大的，但是人家最早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啊。中台科技大学念的是护理系，这毕业以后呢，也是穿过白大褂的，正经当过护士的，所以啊，大家才叫她护理师女神。这个名号也不是白叫的呀。但是人各有志嘛，可能她觉得当护士太累了，或者说她发现了自己的另外一条路。转折点大概在2019年，有一次呢，她去钓虾，对，你没听错，钓虾，穿的那叫一个清凉，好家伙，被这个路人一拍，往这网上一发，轰一下就火了呀。那这流量一上来，他就顺势而为，2020年直接出了个人写真集，叫什么天使心，这名字起的呀，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嘛。那从那以后啊，他在网红这条道上算是彻底起飞了，粉丝是呼呼的涨，人往高处走嘛，这火了就得拓展业务。这不，今年10月份啊，他就接了个活，飞到了马来西亚。你想啊，一个当红的网红，长得是又甜又辣的，跑到大马去啊，肯定是干大事的呀。估计是想拍点更猛的、更吸引眼球的作品，再圈一波粉。那当地的拍摄团队啊，估计也是挺兴奋的，毕竟女神空降嘛，大家伙都指望着这边合作能出个爆款。可是谁能想到呢？这个爆款是出了，但是爆的是社会新闻版，是讣告。10月22号那天下午1点40分，吉隆坡一个挺高级的酒店里啊，突然酒店总台接到个电话，估计是求救的啊，说这个客房里有个女的没意识了。这酒店也不敢怠慢啊，赶紧报警啊。这警察来了就火急火燎的往他房间冲。你想想那个画面啊，这警察们撞开门，心里面想的可能是赶紧救人呀，是不是食物中毒，是不是突发疾病？结果呢，冲进去一看，所有人都傻眼了。谢佑欣那个在网上活色生香的护理师女神啊，就那么静静的躺在那儿，没呼吸了，没心跳了呀。她才31岁啊，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前途可能还很光明的网红，就这么在异国他乡的酒店房间里，生命戛然而止。这事儿一出啊，别说他的粉丝了，我一个吃瓜都觉得太突然了呀，太吓人了。但是朋友们，如果这个事就到这儿了，那它就是个令人惋惜的意外悲剧。但是接下来的发展，那可真是9曲18弯啊，比这个电影剧本还刺激啊！这警察冲进房间的时候，发现这房间里啊，不止谢佑欣一个人，还有谁？黄明志。对，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的歌手黄明志。我跟你说啊，当时警察冲进去啊，黄明志也在现场，穿着个白 T 恤，戴着帽子和眼镜，估计也是慌得不行啊。警察一看这情形，一个女的死了，一个男的在现场，这男的还是个名人啊，这事儿小不了。那警察就开始盘问啊，调查现场啊。这一查出事儿了，这警察在黄明志身上搜出了9颗蓝色的小药丸。哎呦喂，朋友们，你们想想啊，高级酒店啊，一男一女，女的死了，男的身上有蓝色小药丸，这信息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这警察也不是吃素的呀，一看这玩意儿，第一反应就是这也是毒品吧？据说黄明志当时啊表现挺惊讶的，好像在说这啥玩意儿啊，不是我的。但是警察可不管你这一套啊，证据确凿啊，当场咔嚓手铐就给戴上了。黄明志在命案现场因为疑似藏毒被捕了，这下牛了啊！整个事件从悲剧啊瞬间转向了悬疑剧，甚至有点伦理剧的味道了。这黄明志被抓了，他总得说点啥吧？他跟警察怎么交代的？这黄明志的版本是这样子的，他说啊，当时谢佑欣去浴室洗澡，这很正常对吧？可是问题是啊，他进去以后过了好久啊，这个浴室里一点动静都没有，连哗哗的水声都停了。这黄明志啊说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啊他就进浴室去看。这一看啊，按他的说法，他直接吓傻了呀！谢佑欣昏迷着倒在浴缸里，他慌呀，赶紧上去救人。他说他给这个谢佑欣啊做了心肺复苏啊。这边咱插一句啊，这个心肺复苏啊，他可不是谁都会的，也不知道他这个技术到不到位。那他一边按啊一边喊，但是这个谢佑欣就是没反应，呼吸特别困难。黄明志说啊，他看自己搞不定了，心里面慌得一塌糊涂，想着赶紧跑出酒店去叫人呀，去叫救护车，去找医生。可是重点来了啊，他说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啊，这个警察刚好赶到了。这警察一看，一个女的躺在浴缸，黄明志衣衫不整，神色慌张，正往外冲。
这换你是警察，你拦不拦啊？这黄明志还没来得及解释啊，他是要去求救，就被警察一顿“哎，你叫什么呀？什么关系？怎么回事？”给问懵了。这就是黄明志的版本。他洗澡出事，我急救无效，我正要出去找人，警察来了。黄明志版本咱听完了，你信吗？咱先别急着下定论啊，因为接下来的事更乱。黄明志被捕以后啊，后来估计是保释出来了，立马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个声明。这声明写的那叫一个斩钉截铁啊！这中心思想就几条：一，我黄明志绝对没有吸毒；二，我黄明志也绝对没有携带毒品；三，那9颗蓝色药丸是啥？他没细说。四他说他最近就是喝酒喝的比较多。五呢，他说你们都别瞎猜了等警方报告2、3个月就出来了，到时候真相大白。还有这第六在这之前我沉默，我不回应了。哎，他要光说这些也就算了他还扔了个重磅炸弹。他说我们遭到了勒索威胁。我的天哪，这个事还带勒索的？谁勒索他呀？拿什么勒索？是因为这个事儿勒索他呢，还是因为别的事儿他也没说，他就撂下了狠话要是对方还想继续玩，我们随时奉陪到底。好家伙本来是网红离世的悲剧变成了黄明志涉毒的悬疑剧那现在又加了黑函勒索的黑帮片元素这一关真的是越来越大了。但是黄明志的清白声明刚发出来没多久这个警方的调查结果直接就啪啪啪打脸了。马来西亚警方那边出了初步报告，黄明志的尿检结果呈阳性，而且还不是一种毒品。警方检测出他对安非他命、冰毒、K 粉和大麻这4种毒品成分都呈阳性反应。朋友们，4种这跟他自己说的我绝对没有吸毒，就是喝酒喝多了，这不是一个概念了吧？这下这个黄明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已经被大马警方以吸毒和拥毒2项罪名给起诉了。这案子定在12月8号开庭。而且这个警方还有更吓人的怀疑。警方怀疑一，这个谢有新生前可能也吸毒了；二，他和黄明志可能发生过性行为；三，遗体可能被移动过。这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有这个媒体后来爆料说现场的浴缸和地面根本没啥水迹，这就跟黄明志说的他洗澡昏倒在浴缸里对不上了那如果浴缸是干的，那这个谢有新是怎么昏迷在浴缸里的？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吓人了。那这下谢有新的经纪人 Chris 彻底炸了。你想自己带的艺人漂漂亮亮的出去工作，结果嘎一下人没了这一开始黄明志那边告诉他们谢有新是心脏骤停离世的。大家一听心脏问题意外嘛，那虽然是悲痛，但只能接受但是现在警方的报告一出来，又是毒品，又是阳性，又是遗体移动，经纪人 Chris 直接就发飙了在网上发长文，指名道姓的质问黄明志，你到底在隐瞒什么呀？Chris 说他跟谢有新那么久从来没有见过他碰毒品，也没有听说过他吸毒，他对谢有新的人品是100%相信的。所以他就问黄明志，那9颗蓝色的药丸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你给谢有新的？你是不是诱导、欺骗或者强迫他吃了？你黄明志是不是在说谎？你做个男人正面回答。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那叫一个狠。这 Chris 说谢有新的家人现在已经崩溃了，沉浸在悲痛和震惊里，根本没法回应那他作为经纪人必须站出来要个真相，给谢有新一个公道。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为什么这个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在骂黄明志呢？这边咱就得聊聊黄明志这个人了。这位大马鬼才在这个音乐上是有点东西，但是他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也是出了名的他那些反中的行为咱都不陌生。你想他之前为了博眼球蹭热度干了多少这种挑事烂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表各种抹黑大陆的言论，煽动对立情绪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反抗的斗士形象在这个特定人群里他确实是英雄，但大多数明耳人怎么看他？就是一个跳梁小丑，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破坏两岸关系。所以你看他平时的人设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下好了，他出事儿了这不是在什么别的地方出事儿，他是在一个女网红的死亡现场出事的。他也不是酒驾，不是逃税，他是藏毒吸毒，而且尿检阳性。那这一下这公众对他的看法那简直是雪崩式的崩塌
本来就对他有反中滤镜的人啊，这下更觉得他不是好东西了。哎，你看啊，我早就说这个人有问题吧？哎，一个搞分裂的，私生活能有多干净啊？这媒体报道这些事儿的时候啊，也肯定会把他以前那些光荣事迹都给挖出来一块报呀。这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黄明志现在说什么呀都没人信了。他说他没吸毒啊，警方说呈阳性；他说他是去救人，警方说现场很可疑；他说他被勒索了，大家觉得他是不是想转移视线呢？他过往的那些反中言论啊，就像给他自己挖了个大坑，现在他掉坑里了，大家不仅不拉他，还往里面填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设崩塌，外加墙倒众人推。那聊了这么多啊，咱们也得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事儿里最惨的是谢有新和他的家人呀，这种痛苦是外人没法体会的。那黄明志呢，他现在也是焦头烂额呀，被捕涉毒，形象扫地，事业估计也得停摆。但他这说实话啊，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的呀，那只能说是活该啊。如果后续真的查明是他所为啊，吃花生米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他真的没吸毒，那这4种阳性反应是怎么来的呀？那如果他真的没藏毒，那9颗蓝色药丸是怎么到他身上的？如果他真的是清白的，那谢有新的死，他到底在现场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啊，他必须回答。对于咱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啊，这件事也真的是个大警钟。娱乐圈、网红圈啊，是看着光鲜亮丽，背后啊，可能真的是藏着很多咱们不知道的风险和肮脏。这官方最终的调查结果和法院的判决啊，会在12月8号出来。咱们要做的就是等待真相，等待官方的调查，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希望这个事啊能早点水落石出。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